男人无意间发现，植物人岳父床底竟多出一双拖鞋。他猛然意识到岳父很可能是在假装昏迷。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，男人故意当着岳父的面亲吻妻子。没想到岳父听到声音，竟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。直到此时，男人已经确信，岳父不仅一直假装昏迷，而且他的身份也是假的。男人随后借着拍全家福的名义采集了岳父的面孔，然后又通过大数据匹配，很快锁定岳父的真身。伴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妻子与假岳父的关系很快浮出水面。10年前还是小太妹的妻子爱上大他10岁的小混混，为了成为大哥的女人，妻子不惜偷盗父母的养老钱和小混混私奔。可好景不长，小混混在一次抢劫时被抓，最终被判处5年监禁。妻子含泪告诉小混混自己会一直等着他出来。小混混被抓2年后，妻子遇见了现任丈夫林一。身为初创公司的老板，帅气多金的林一满足了妻子对丈夫的所有幻想。最终在妻子的主动进攻下，单纯的林一很快沦陷。可就在2人结婚当天，被关了5年的小混混突然出狱。妻子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，更为了掩盖那段肮脏的过往，竟然谎称小混混是自己瘫痪多年的植物人父亲，然后堂而皇之地带着他搬进豪宅。由于小混混本就比妻子大10几岁，再加上被关押5年，更加沧桑，所以当时的林一并未怀疑他的身份。林一和妻子结婚不久便生下一个女儿。为了满足妻子做慈善的心愿，林一不惜花费千万将她打造成慈善明星。可这个众人眼中风光无限的慈善女王，私底下却是难以想象的肮脏。每当林一出去上班，妻子便会将年幼的女儿关进房间，然后肆无忌惮地和小混混交流心得。为了不让女儿打扰自己，妻子甚至不惜给女儿喂安眠药。单纯的林一一直被蒙在鼓里，直到这天他偶然看到岳父床底的拖鞋，结果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可得知真相的林一并没有歇斯底里，而是冷静地找来一位私家侦探。侦探建议男人立刻离婚，按照现有的证据足以让妻子净身出户。可男人却婉拒了对方的好意。妻子现在是万人敬仰的慈善女王，这些年吸引无数媒体和粉丝的关注。若是此时男人提出离婚，肯定会引人猜想，搞不好还会被妻子倒打一耙。毕竟这件事情听起来太过匪夷所思。男人请侦探过来，只为一件事。我需要你帮我把他们引到一个地方。引到哪里？安岳山。你要说他们复仇，为什么要去这里？这里没有信号，是本市最渺无人烟的地方。商业街。这里难道你要杀人？恰恰相反，我是要去救你，而且我要让全世界和我一起救人？你不是要戳穿宋明和你假岳父的奸情吗？怎么又是要救人？救人未必不能拆穿，救人未必不能报复。我这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试想一下，我那身为慈善明星的老婆，独自一人去哀怨山露营遇险，将会有多少搜救队和媒体争先恐后？不只是媒体和搜救队，还有数以万计的网红直播，慈善明星地，这可是社会热点话题。说的没错，哀怨山上没有手机信号，我的老婆和假岳父根本不会知道外面人进行搜救。当我带着搜救队和媒体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，我明白了，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你老婆和你的假岳父偷情，全世界都是你的证据。不过妻子生性谨慎，要想让他上钩，必须铤而走险。这几年，妻子一直在暗中给男人吃慢性毒药，按照药量推算，男人再有几天就会毒发身亡。为了让妻子放松警惕，男人直接将剩下的毒药全部吃下。等侦探将男人送去医院，男人已经陷入昏迷。在听到医生说男人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后，小混混直接激动地抱住妻子。他们辛苦筹划了整整5年，现在终于要成功了。此时，侦探假扮外卖员来到病房，给妻子送来男人预定的夫妻蜜月套餐。这是您之前在我们旅行社订购的双人蜜月旅行，说是要作为结婚5周年的礼物。哎，这不马上到截止日期了，可是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所以我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小混混在家里装了整整5年的瘫痪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出去放纵几天。既然男人已经订好了门票，他们绝不能浪费这难得的机会。你老婆和你的假岳父已经在偷情的路上，差不多是时候该起来捉奸了。别着急，还不是时候。还不是时候？我最了解宋明了，他一定会再帮我这个废物老公最后一次。